想看另一个我。相遇又错过，把回忆都封锁。心曾被碾碎过，不曾愈合。你眼里的我，倔强又脆弱着，最害怕被冷落。孤傲是我所信的歌，没完结的悬疑小说。在等你执我手，陪我去续写，续写到结局那一刻。那主角是你，也是我，是我。哦，有着同样颜色的魂魄。你是光明里的我，在平淡的生活里品尝惊心动魄。终于有光照向了我，在黑暗角落陪我挣脱枷锁。刘霞，马主任，刘霞，宋伟，杨主任，我是要告诉你个好消息，波尔曼融资成功了，我的努力一步一步都在实现，就差一个人。在我的人生规划里，一直都有你。你的理想，你的抱负，没有任何人比我更懂。波尔曼以前是不够强大，但现在不一样了。只要你愿意回来，你做什么都可以，做什么都可以。杨主任，不是你完全没有经过我的同意，你就把我放到你的人生规划里，你不觉得这很不可思议吗？不好意思啊。我去！啊，怎么是你啊？干嘛？你怎么进来的？走进来的呀。怎么了？不是，没什么，主要是有点不习惯，万一我在里面换个衣服什么的呢？换一个来看看。那你呢？我都是你女朋友了，我进来还需要敲门吗？真是的。不是，当然不需要了，我这不是习惯了吗？你在这发什么呆呢？啊，进来你没听见？你看看这个，我真不知道我哥跟曹总怎么谈的。我觉得这个职位应该是我哥的。他现在整个人啊非常有情绪，电话也不接，信息也不回。我每天还都要猜想他到底在想什么，真的烦死了。这个职位可是管理层啊，齐总。你哥那个事儿呀，如果他不愿意跟你聊，那你就主动去跟他聊。再不行呢，你就把他带过来，我来跟他聊。不是说好要办卡的吗？难怪别人都说，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都会有一个喜欢看换衣服的女人。什么呢？不好玩。我去洗澡了啊。什么意思？
杨主任，你完全没有经过我的同意，你就把我放到你的人生规划里，你不觉得这很不可思议吗？欢迎大家来到博尔曼。贾老师，不是我说你，你说你今天整人家齐老师前齐老师后，你说确实整的人家有点下不来台，你这个呢有点文人义气了，确实有点过了。过吗？过了。哎呀，我跟你实话实说吧，兄弟，我早就想开了。哼，是那曹总，让他那个妹妹，搞得我有点心烦。说到底啊，他祁连山好了，对我来说是好事儿。那是当然了。你想啊，他是我带出来的啊，我能带出一个祁连山，我就能带出第二个祁连山，有我才有他。太对了，如果你真是这么想的呀，那咱俩后面那个项目，咱们从长计议。那个干了呀？对啊，这个酒怎么样？是不是喝惯了还挺顺口的？400块钱还行。哎，万老师，你也觉得在白慕辰的案例中可以用认知治疗法吗？说说你的想法。白慕辰自幼生长在一个比较特殊的家庭环境里，在他的成长过程中，他的父母严重缺位，对他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童年阴影和心理创伤。但是这种心理创伤，如果在适当的时机进行疏导的话，是可以解决的。但是他的爷爷出于愧疚和补偿的心理，对他过分的溺爱，所以错过了最佳的疏导时机。这么多年下来，白慕辰也渐渐地对自己形成了一个错误的理解。一方面呢，他认为自己患有心理疾病；另一方面，他又借由这个心理疾病，就与所有人为敌，与这个世界为敌，甚至与情感为敌。他会责怪身边的人，还有逃避自己。久而久之，这就形成了他一个自我防御机制。找到这个防御机制，正确的引导它，也许你就能达到你的目的了。刚才我听你这个分析，一看就是做足了功课来的。你来找我只不过是寻求一个心理的支撑罢了，对不对？果然还是什么事儿都瞒不过你。既然你已经想好了，就大胆的去做吧。但是我必须提醒你，这个认知治疗不同于平时的咨询的，你必须要直面问题。这说白了就是要揭开别人的伤疤，这需要强大的心理建设。你准备好了吗？反正就是板着个脸，严肃一点，我一定会竭尽全力的。
这个花怎么样？我插的。这花好好看。就这样，放那。哦。哎，我来。刘老师，刘老师，你好。哎，你好。阿德。哦，我有事，我先去忙。请坐吧，刘老师。我今天来，是想以朋友的身份跟你说几句话，以后我也不会再来给你做咨询了。怎么了？是不是我做错什么事了？你爷爷来找过我，希望我做你的家庭心理医生，但是我拒绝了。有人添乱。白梦辰，我想问你一个问题：你爷爷今年多大了？72岁了。一个年过70的人，他为你做了所有他能做的事情，而你呢？你也是读过名校、受过高等教育的人，我就想问你一句：你凭什么这么理直气壮？都是成年人了，有些问题你也该自己想想。你除了会指责别人，指责你的父母，指责你的爷爷，指责你身边的人，你还会什么呀？你为你爷爷为这个家做过什么吗？没有，他早就该退休享福了。可是为了你，他还在苦苦支撑着这个败家。而你呢？你这个年纪应该是承担所有责任的时候，但你只会躲进那个毛绒玩具里，一味的逃避。你已经不是小孩了。你也要离开我了吗？我无意间成为了你生命中一个还算重要的角色，我很荣幸。但是你生命里还有更多比我更重要的人，你爷爷，你母亲，还有李班德，他们都很关心你。现在要做的事情，就是学会如何去跟他们相处，如何去负起你应该负的责任。在你做到这些之前，我也没什么想跟你说的了。希望下次见面的时候，不用我再给你做咨询了。保重。还在这儿等了？啊，我一直在等结果，怎么样了？有发现？朱铁军被害现场正对面的摄像头被人破坏了，我们从摄像头上面提取到了一些布料残片。这是什么啊？皮？猪皮，上面还粘连了一些线织纤维。根据形态和材质，我们判断很像是某一种手套上面的织物。手套？值得一提的是，线织手套还有胶皮手套，相对于皮手套来说都更灵活、更方便，所以很少有人用皮手套作案。师傅，你为什么手套一直都不摘啊？吃饭也不摘？习惯了，麻烦嘛。我们上学的时候，老师告诉我们技侦课的意义就在于，你们怀疑的时候给出证据，你们失去方向的时候指出方向。这个方向
可能你们没想到，可能是你们不敢想，但这很有可能就是真相。谢谢。在近1个月的时间内，一共发生了3起凶杀案。我看到2个影子，那时候被害人已经倒在地上。求你了，你放过我！债必须得还，我放过你，这是你欠我的。我求你了，你别再逼我了，你别再逼我了，这是你欠我的。师傅，师傅，你跟谁吵架呢？没谁啊。没谁，我刚刚明明听到2个人在这吵架的声音啊。有吗？你听错了吧？求你了，我求你放过我，欠的债我放过你。不知道是我错觉还是怎么，我觉得那2个人说话的声音好像啊。你怎么了？啊，没事儿。哎，这签了吧，别磨叽。那个省得曹总他们老在这催我。哥，我觉得这个文学总监还是你来当吧，管理方面本来你就比我擅长。你知道我的，我就喜欢在家里写剧本，我最讨厌的就是这种朝9晚5。珊珊啊，人家曹总这是给你机会，赏识你，你得好好抓住这个机会，锻炼锻炼自己。你再说你一个文学总监，你当我当不是一样吗？没什么好争抢的啊。竹峰这么好，现在大获成功，你正在势头上，趁热打铁。咱们这行追高不追低的，别一天傻不拉几。不是这样的话，咱们3个不就分开了吗？怎么会分开了呢？我们就楼层不同而已，而且这还有工作室在这放着呢。我们3个来这儿聚呗，是不是？人啊，站在高处看到的风景都不一样了，知道吗？你现在是带着我们3个人的使命感来往前冲呢，赶紧签了吧，别犹豫了，快签吧。行，挺好。来，还有1份，把那份也签了。圆圆啊，把这2份合同给环辉递过去啊，一会儿就递过去，抓紧时间。好嘞，哎呀，行，尘埃落定，
哎呀，都不纠结了，不纠结了，不纠结了。你除了会指责别人，指责你的父母，指责你的爷爷，指责你身边的人，你还会什么呀？你为你爷爷为这个家做过什么吗？没有。你现在要做的事情，就是学会如何去跟他们相处，如何去负起你应该负的责任。在你做到这些之前，我也没什么想跟你说的了。沐晨，冉冉，爷爷想跟你聊聊。没什么可聊的。你干嘛穿这身衣服？别走，别走，有话跟你说。有些话现在不说，以后就没机会了，也再也开不了口了。以前年轻的时候，一心扑在事业上，儿子，你们家庭都被我抛在一边了。一心想着一门心思的把事业做大些，再大些，赚了一些钱，再想赚更多的钱，赚了更多的钱，就感觉再有更多的钱等着前面。一不小心，一辈子就这么跑过来了。到头来，得到了什么？太太离了，儿子在国外也不认这个爹，唯独孙子还活得这样子。人到七十古来稀，现在才明白，我这一辈子只有钱没有家。爷爷老了，现在才知道太晚了，再也来不及了。我只有一个心愿，希望你好好的。我愿意用我所有的东西，还我孙子一个健康的笑容。对不起。很多时候，找出防御机制并将其意识化之后，来访者的内心虚弱处仍然是存在的，且无法填补修通，就会出现治标不治本的情况。那一直以来呢，你的来访者都在通过责备他人和自我逃避的方式来抚慰自己，
内心的缺失和窟窿。虽然是错误的，但是也是有一定效果的。可如果将这个机制戳破，就意味着要告别他这样的行为方式了。而自我防御的行为方式一旦被摘除掉的话，那他该用什么来弥补内心存在的缺失呢？这些问题我也有想过。我想我能做的就是去纠正他那些错误的观念，并且去引导他和这些不良的观念做斗争，化解并且消除他们。至于如何去弥补他内心的缺失，我想解铃还需系铃人，关键还是在于他爷爷。所以他们没经过你同意就帮你把合约签了？对啊。那既然他们也已经同意了，那你担心什么呀？主要是这几年我哥都没写过剧本，所有的剧本都是我来写的。那你想去挽回吗？我觉得去哪里都无所谓，只要我能和我哥还有圆圆在一起就可以了。那你有没有想过，就是万一啊，如果你和他们想走的路不一样呢？就像我当初离开博尔曼一样。我一直以来不仅把他们当作工作伙伴，我一直把他们当作家人来对待的。不过你说的也对，先让事情往前走一走吧。什么时候我哥需要我，我随时都能回去。对了，哎，那明天开始我是不是该叫你齐总了？齐总，齐总，你别跟着捣乱了。不过，我觉得好像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说一下。如果我去上班了啊，如果我去上班了，我就不能经常在家陪你了。那不是正好吗？省得你天天在家黏着我。那我给你发信息，你要秒回哦。哦，这肯定的。你看，不秒回信息的下场就这样。哦，我肯定不会像他那样的。不过有的时候我真的可能因为开会看不着手机的话，不一定能秒回啊。谁知道你是开会还是跟别的女孩在一起？真的，不然你装个监控。知道了，逗你玩的，你就安心上班吧。另外一个杀人犯天天折磨我，留下有什么好的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！我亲眼看到刘夏杀了他妈妈，不然你以为我这么长时间管他要钱，他为什么不敢报警？你们都以为他是好人，其实他才是不折不扣的畜生！
入职手续我已经办完，谢杨主任给我机会。刘霞家里的事你知道多少？刘霞她妈妈的事情，他从来没提过他家里的事儿。没提过，不代表没人知道。帮我查。好，我试试。不是试试，我要知道关于他的一切。好的。我亲眼看到刘霞杀了他妈妈，不然你以为我这么长时间管他要钱，他为什么不敢报警？你们都以为他是好人，其实他才是不折不扣的畜生。他妈去世以后，他一直都没走出来。他在大学的成绩很好的，但也只能办了休学。最近他的症状好像更加严重了。我带他去医院看了好几次，大夫都说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办法，他要靠自己一步一步的走出来。杨主任，你可要替我们小花想想办法，你救救他呀！小花，父亲，别激动，别激动，先坐。PTSD 又叫创伤后应激障碍，像这种个案呢，我们博尔曼接触了很多，也帮助了很多的病患，所以你要有信心，相信自己，相信我们。我看过资料了，你们之前接触过别的咨询师？是。但是都没什么效果呀。是，这呢就是我要和您说的 ，PTSD 不是什么绝症，但是治疗起来非常的消耗时间，需要来访者和咨询师的共同配合和努力。如果时间短了，也不会有什么疗效。那得需要多长时间啊？少则1年半载，多则2到3年，甚至更长。啊？以小华现在这个状况，最少每周要2到3次。这样，我们这有个套餐，来1年送3个月，非常合算。那得多少钱啊？14万。14万？您折合一下，每周2到3次，1个月12次，1年是144次。其实每次咨询不到1000块。等一下，小华爸爸，你去这里试试吧，他应该能帮到你们。谢谢啊，谢谢。之前刘霞在中心接过 PTSD 的个案吗？接过2个，一个是遭遇车祸的，另外一位好像是遭到路抢的。反正2位都留下了不同程度的心理阴影，不过都是轻症，所以不到半年就恢复的差不多了。我记得之前有个叫陈小华的，好像也是 PTSD。嗯，对。他之前来中心做的心理评估报告还自测，资料在哪？在资料室。拿过。
张妹妹，你找哪位啊？我找刘霞，刘老师。啊。请进吧。小华，你之前做过心理咨询吗？尝试过几次，但是那些老师都帮不了我。那你愿意跟我说说你之前做心理咨询的一些情况吗？为什么他们帮不了你啊？你不用有心理负担，我只是需要了解一下你的大概的资料。如果你心里有什么困扰的话，你也可以跟我说，我一定会帮你的。我可以跟你说个秘密吗？当然了，作为心理咨询师，我一定会帮你保护你的隐私，我们的谈话也不会有别人知道，这点你可以放心。是我害死了我妈妈。喂，小华，你晚上出来，哥哥晚上有演出。不行，我妈在家。哎呀，你就说你有晚自习嘛。哎，我不跟你啰嗦了，我们等你，一定来啊。哎，喂。小华，你上哪儿去啊？啊！报了个补习班。小华，马上要考试了，你就在家好好复习，别出去玩了啊！我都说了，我去上补习班。哎，小华，哎呦，你有完没完了？我都说了我去上补习班，你听不懂话是吗？真是的，你自己愿意在家待着你就待着呗，我又没有病，我出去透透气还不行呗？小华。妈妈身体不舒服，你在家陪陪妈妈好不好？啊，小华。
如果我当时没走，我妈妈就不会死的。是我害死了我妈妈。对不起，刘老师，我要回家了。小华。睡在你背后，做一个关于你的梦，和你回到很小很小的时候。屋外日晒了很久，你陪着我走了很久，一直走到晚霞盖过你额头，亲我的双手，抵过了无数的寒流，是你给了我整个温柔的宇宙，你时刻陪伴我左右，像星星躺在月亮胸口，我们一直走，就这样一直走，在身后一直有你跟踪，保护着一生给你厚重的胸口，你时常轻抚我额头，说你会陪着我很久，直到世界尽头，依稀跟海角相拥，在等候，紧紧和你相拥，相信我们的爱会走到很久很久。还记得遇见你时候，不经意露出的笑容，早在我的心头藏了很久。